嗨，大家，这是我老弟，这是我老姐。我没有去把第一集的开头部分重看了一下，因为我就是好像第一集的时候就出现过什么孕妇，没想到就是开头的那个，其实已经就是第5，就是第7集那个，就是那个孕妇是梅高乌斯，这你都能记着？对，我记得她是 Christina 的外甥女。我能记住的配角名字就是一个那个什么那个丽丝什么那个。还有出场一集那个叫啥来着？文森。难怪第一集根本就看不懂，我这看那个开场，我这根本啥都看不懂。但是你看现在串联起来，又觉得我天呐，就很巧妙。但为啥要第一集放这个啊？而第一集的时候其实就是那个停更毁灭日。对。然后呢，那个等于说应该所以说上一集结尾他那个祭祀祭台上面摆着的那个已经被蒙住的金头发的那个女的，应该就是梅高乌斯。我自己写的一些发现吧，效仿一种之前咱们看到的夜之国的那种祭祀方法，就是跟人睡一块儿。所以你知道吗？他拿了那个阿兹克儿子的头颅，因为那是个尸骨。对，然后呢，在他旁边躺着的就是他的母体，你知道吧？因为他们献祭就是一个母体，然后他们等于说那个邪神应该就是要降临在就是他马上诞生的这个孩子这里。你看第一集开头的时候，也像是那个对吧？他已经失控了，还有吹口哨呢，还会，哎呦，对啊，他还会。回到之前就是极光会，他们不是还找魔女教合作啊什么的？我觉得他们就是要去。就是类似于让魔女教去散播一些灾害啊什么的，然后呢去汲取这些停更室这些工人的性命，然后呢就是要去献祭成为羔羊来去祭祀，让他们的神那个真实造物主降临。我觉得也不完全说是一伙的，有合伙的。我觉得魔女教他们肯定也有自身的利益，你知道吗？其实我发现了，就这些组织。他们就是各自为各自的利益为战，你知道吧？就只要你能给我一些好处，我能给到你一些好处，我们就可以和一些合作。但是呢，虽然我还是没有完全理清为什么是拿阿兹克儿子的头颅的尸骨，但是你想，就是阿兹克他本身就是跟不是死神有一些关系吗？对吧？就是他有那种能召唤一些那种力量，那他儿子的尸骨说不定我不知道，可能也有一些类似的能量吧。所以呢，就是大量的不管是工厂的污染啊，还有之前的什么铅中毒啊，等等的这些灾难，其实就是为了汲取他们的这种献祭的羔羊嘛。你看第一集的开头其实已经是倒叙的手法吧，已经是这个停更毁灭日了。上一集克莱恩在那个占卜家俱乐部不是碰到梅高乌斯了吗？他差点就要临逝了。但是你想啊，就是如果真的他肚子里就是真实造物主的话，他用灵视看他是不是会有反噬啊？那绝对，你想他当时直视那个永恒烈阳的时候，人都要烧没了。但是他是邪神，但是我觉得邪神他肯定也很那个，你知道吧？你看那个队长直接直视那个倒吊巨人。密修会他可能也是一个主线，他一直安提戈努斯家族，可能会一直。克莱恩绝对就是跟安提戈努斯家族有什么牵连，毕竟你想，安提戈努斯家族他本来就是占卜家的这个途径。我估计他肯定会去那可能会去这个会那瞅一瞅。对啊，但是我就感觉很危险啊。越危险，主角就越要去，懂吗？看那个，不要轻易，不要好奇心害死猫，结果直接就是好奇。在这种世界里，你可能有时候知道的越多，反而就是越危险。对，知道的越多，知道的越少。还有就是安提戈努斯家族上一集不是说到被魔女教覆灭吗？就是他们家族和安蒙和什么，他们3个家族当时是拥护一个叫血皇帝的。你觉得血皇帝这听这名儿肯定邪神？我觉得那神不一定哦，不知道。但我觉得肯定是个很邪恶的存在吧，要不然他怎么会被灭了呢？对。我个人还是比较站在咱们黑夜女神这一边吧。赞美黑夜女神。对，我觉得他黑夜女神看起这个名其实也挺邪的，是吧？但是毕竟他还跟红月啊什么的有关系，这红月看着也挺那，但是我觉得就他们肯定曾经都是一些旧神之间的纷争吧，算是。但是血皇帝，我觉得给我的感觉是他肯定是对他的人民是不好的，你知道吧？
献祭那种血可能不知道，对，所以呢，所以才会被灭吧，然后才会整顿，然后呢变成现在第5纪元就没有那么多，至少稍微和平一些，没整顿安顿了下来吧。倒吊巨人当时不是身上全是挂着那个铁锁吗？我估计就是像封印这些7大正统神封印起来了，就是在当时。结果现在被生下来了，现在应该已经要生下来了，还真是。但估计生下来他实力肯定没有那么强。真的吗？但是你看。开头克莱恩都已经被克莱恩才什么菜鸟啊？因为上一集我不是猜就是会不会就是之前的克莱恩，就是最开始的那个原初克莱恩有多少引导现在的克莱恩？你别看这样的话，就是那克莱恩最开始开枪自杀，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他什么事情失败了，你知道吗？对，好像我觉得他可能。到了这个地步，不得已了，因为你如果是一个人，另外一个人穿越在你身上，你其实是 second chance， 对吧？就你可以再来一次。算了，我也不说了。某些小说里，我也，但我觉得其实有些电影也有吧。对呀，不就很就是还有我记得我还看过有一个，你看过《星际穿越》吗？是不是就是说什么那个豹是不是拆那个爆能器呢？不是。他去阻止那个人，其实就是他自己，反正各种那个就是等于说是自己的一个轮回。对，他就像一个轮回，我感觉轮回这个东西还这种元素其实还挺广泛的。对，所以我上一集一下有想到我都没想到啊，有点。对，但是因为你上一集问我说，那为什么他最开始开枪自杀？我觉得吧，就是有可能是你知道吧，就是这种原因，就是他需要再重来一下之类的，或者说他已经被迫到这个地步了。是那个大学。这你吗？长那么丑。我找人寻找相似的红烟族，到现在都没有收获。也占卜不到新的线索，连灰雾的力量都不能。克莱恩传染给我打哈欠。幕后之人很强，除了节省小丑，我还必须考虑更厉害的底牌才行。克莱恩总是在思考。就只有符咒。符咒，对了，妖孽符咒。他还在打这个主意，他真是不。这罗纳德又开始装逼了。不是。阿兹克先生，阿兹克，你最近很忙吗？看起来一脸疲惫。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最近一直在追查幕后钓鱼呢？因为在大学这儿嘛。是有点焦虑。对方自从察觉到我的注视，也没再露出破绽。对方就是极光会拿他阿兹克儿子头颅的。也许转机就在一念之间。我知道了，阿兹克先生。在等上钩吗？阿兹克先生，有件事，我想恳请您帮我一个忙。我们是守护者。We are protector。但我好高兴，克莱恩至少还有能说一说的人，要不然的话全都闷在自己心里了。他也不好跟别人去讲，我觉得很多。啥时候能再招点人呢？无名小岛。又开始。非常抱歉，愚者先生，这一周我没能找到新的罗塞尔日记。不必在意，这件事的周期注定漫长。不过最近我有接触几个隐秘的非凡者圈子，有望交易到更多日记。怎么感觉不是很对劲儿啊？这些圈子能获得一些隐秘组织的信息。不用看我，你眼前无所不知的愚者，世界段位只有青铜。其实也都不知道。这些组织大多行踪诡谲，隐匿于暗处，我也仅知道冰山一角，更多的只能找人帮你打探，这很麻烦，且无比危险。我只需要你知道的冰山一角就好了。就算是还不知道他的观察者观众的那个能力呢。你指的是什么？
嗨，好的旧巢。我去，1000磅！这对于贵族应该田根独栋豪宅就换个冰山一角，太贵了吧？张毅小姐虽然是贵族，但也不可能一下子拿出那么多的。小看了贵族。没问题。直接拿下。这个地址吗？之前那个地址。倒吊人先生。他俩已经不愿意再跟有钱人说话了。还是同样的地址，同样的收货人。我去，这么好，1000磅说给就给啊！给我点。淡定，周明人，不就是钱吗？要维持住愚者先生的体面。然后反正给我2000磅。开始了，倒吊人先生。给我2000磅，我告诉你下一个晋升的方法。约有上万个。第4纪就已经诞生的古老组织，有密修会、魔女教派和摩斯苦修会。其中公认最早的是摩斯苦修会，他们掌握的途径，序列性叫做窥密人。窥密人的势力途径。老尼尔。这个组织的成员信仰知识本身，并尊称其为隐匿的贤者。哦，隐匿的贤者好像也是个邪神来着哎。但如今他不是说的就是邪神的，就是不好的那种，就隐秘组织。崇拜知识并不邪恶呀。但如果知识本身活了啊？什么？知识本身活了啊？隐匿贤者活了啊？怎么都活了呀？这些邪神。我的，还有知识都能活？那赶紧过来吧！托福的知识长，托福之神快来！而极光会、要素黎明、心理炼金会等，则是近200-300年才出现。非常感谢您的讲解，倒吊人先生。这要1000磅。愚者先生，那会波及老尼尔吗？好，今天就到这里。我天哪，白嫖1000磅！崇尚死神的灵教团，总感觉和阿兹克先生有关。唉，拜托阿兹克先生的事，都好几天也没点动静，他不会忘了吧？麦当劳。是针对黑夜女神行动的驱逐，还是真的要对黑夜女？小灯儿。先生，您说什么？等一下，我买份报纸。哥们儿直接咽了。小心！安森、梅丽莎，你们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克莱恩，那是枪？这个其实，他们还不知道他在从事了。我们的历史顾问，枪是配发物品。我今天会很晚，不用等我吃饭了。克莱恩是有什么喜事吗？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根本看不懂。哦，没有商人针对黑夜女神信徒，他要驱逐女神信徒。哎，你急什么？800年都不来一次，来了还抢走啊？尼尔先生和是风暴之主的。还有任务在身。哎呀，任务你做得完，要懂得忙里偷闲。喂，来客，2杯南威尔啤酒，他买单。老尼尔很会生活。尼尔先生，你们好。哟，克莱恩，这么巧啊！莱特，再加一杯。知道，他买单。干杯！干杯！克恩直接白嫖一杯。爽！钱里偷了。一会儿呛死我可不救你啊！你是为码头那事儿来的吧？是啊，真邪门，闹个鬼还挑信仰，只针对黑夜女神信徒。码头又是带法者辖区，什么东西啊？现在传什么的都有，必须来和邓恩碰一碰。带法者和职业者可不能因为谣言产生嫌隙。带法者就是另外一个机构，就是那个之前跟他们合作一块的。这搞事。初步调查的结果，非风暴信徒，带法者也不好深入调查。但各自有各自管辖的。那些灵体非常诡异，很难驱除。从形态上看很古老，像是
第4季的亡灵应该都是激光会的。可以确定是阿兹克先生出手了。干嘛呢？哦，因为是死神，他那个阿兹克应该是他召唤的亡灵，你知道吧？就是他不是一堆亡灵大军吗？应该是阿兹克把这些就是异灵体给驱逐了。驱逐然后呢？他跟黑夜女神干嘛来着？他们不是针对于黑夜女神的信徒在就是做驱逐吗？然后阿兹克帮忙了，加入我们代发者怎么样？还挖墙脚。尼尔，你今天欠我2杯酒钱，下次得加倍还我。他直接找黑夜女神，没有下次了。哦不，好爽的一个穷鬼，确实有可能是个 flag。抱歉打扰了，每次都是这样。队长找。码头灵异事件很蹊跷，你对那里比较熟悉。伦纳德和克里经验不够，你和他们一起去处理一下。我，队长让我去。但是老尼尔没有什么战斗力。事件灵体诡异，我想占卜应该能帮上忙。对嘛，这种事就该年轻人上。哎呦，我这老腰啊是真不行。倚老卖老。最近出了新规，50岁以上有双倍任务补贴。笑。哎，我觉得克莱恩的话还是有道理的，我会帮助他准确运用占卜追查。万事小心，不要鲁莽行事。我知道了，队长。队长，听说那些灵体很难对付，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快速驱除呢？这方面只有30782最合适。哦，变异的太阳圣辉。赞美太阳的白痴。就清除掉了孤堡院会，如果这次也不行。他还想薅羊毛，克莱恩。如果现场有普通人，只要1小时，会一直会变成赞美太阳的白痴。是有些棘手，不过我们还是得预防最坏的情况。那些诡异的亡灵里，万一有个强力的怨魂，可能被他说中了。我跟你讲，代发者辖区，我们要是没能及时控制事态，到时候还要回来找你搬救兵，这实业者的名声恐怕不好收场。不愧是职场打工人啊，周明瑞。有点道理，但一定要多注意，绝对不能直接不注意。这个姿势好帅啊，懂吗？明白，队长。又薅到，到时候直接要被。现在就是不是说什么那个码头事件嘛？不是说是有很多灵体。对，克莱恩不是说是那阿兹克动手了吗？肯定是他请求阿兹克帮的一个忙。哦，就是最开始钓鱼的时候说恳请帮一个忙。哦，可能他还让他帮忙找红色烟囱吗？不知道，他最开始不是找不到吗？哦、你想方设法和我一起出任务是故意的吗？啊！但我劝你最好放弃不实际的幻想，即使是在任务里，你也不可能发现我的秘密。谁稀罕你？原来还另有装逼高手。不要这么自恋好不好？请问，4位是职业者长官吧？啊，是的。长得看就像好。长官们好，我一直久仰职业者大名。啊，烟囱负责码头区的警长盖特，请跟我来，4位长官。get。哎，目前灵异事件有好几起，这里是最严重的地方。这些人都谁呀？肯定是被驱魔的。驱魔？那种漂亮男人，我只在议员老爷和贵妇们怀里看到过，能行？中间那俩毛都没长全呢。哎，这不老尼尔吗？听说有点东西啊。还有什么？不要小看我们职业者好吗？自己的。哎，都瞎说什么呢？继续就算了。这里人太多，长官们的能力是否不方便发挥啊？我以为他在看他胸口。我们确实是专业的。为了这次驱魔，我们专门备了圣水、圣灰和大蒜。哈哈，一般驱魔不都用大蒜、用盐？居然还真是专业的。这人怎么这么恐怖？我塞尔大帝说过，形式必须大于内容。哦，要不然这不是地球的，要不然民众就不乐意。事不宜迟，我们开始吧。
先搞一套，开始我的灵视。我去，你看那个爬行者，我的老聂，别一会儿真变成鬼。好丑。哦不，可怜的长官，根本没有人保护他。干嘛的？啊！寨下警长，快调集人手！啊！他已经变狗了。哇！阿兹克先生这一吹够味儿，够地道。哦，这都是也戏影全套，不要暴露我！啊！大家当心！这些不是普通亡灵，或是被附身的人。哦，难道这些才是3078开始起效了。哦，这些才是克莱恩的目的吗？哦，已经穿上那个铠甲了。哦，所以哦，我懂了，就是克莱恩就是让阿斯克去发动这些灵体。我估计就是。然后他想，就克莱恩想从中对与神庇佑，刚才只是小插曲。接下来，我们的驱魔师将正式开启仪式。我觉得可能就是克莱恩就是想通过这种骚乱，然后再去接近那个徽章，你知道吧？就是那个赞美太阳的白痴。对，那个徽章，因为他想再去有一些就是探索。什么尴尬的？跳大神了！跳大神到底在干什么？操！该你了。大死！这就是形式大于结果。我祈求您的力量，净化邪灵。克莱恩，真有用吗？好温暖的感觉。是啊，就像在晒太阳。真是神奇啊！不愧是专业的除魔师。赞美女神。可爱。我估计就是这个意思，我就是估计就是要去接近那个徽章。梅高乌斯，他这会儿还没有被献祭。没事吧，女士？哦，这不是那个被献祭啊？他不是也？他刚刚踢我了。谢谢您，先生，您救了我们的命，愿我主降福于你。他肚子里可是个邪神啊！赶紧杀了！他踢他不会对他这个风暴之主有什么感觉吧？怎么在这闲话？哦，那就是。我负责跟着这可怜的姑娘，看能不能找到她未婚夫。兰尔乌斯吗？就是那朗尔乌斯，那人渣。1万多磅的诈骗犯。1万多磅不是？哦，那是1000磅，1000磅，1000磅倒掉人的铠甲。估计这2天就会以普通诈骗罪定性结案了。还喝呢？哎，你觉得像这些组织里会不会也有一些他们的内应之类的呢？死于酗酒。啥的？就是这些像极光会啊什么之类的内应，就是眼线，就是那叫什么？也有可能。您和富尔安先生关系很好啊。哎，都是停更的老家伙们，时间长了就认识了。以前我们一帮人空了就去我家喝酒唱歌。完了，我现在有种很不好的预感。咋的？一般就是讲起这种往事什么的。我妻子看电影看多了。莎莉斯特走了有好些。以前就那么胖啊。那一帮老家伙现在也只剩下富尔安和我了。
不用这种表情。死是生命的安眠与归宿，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只要不失控而已。完了，老聂儿要失控了。好了，去清除其他地方的邪灵吧。别这么说。我有种预感。就不陪你们了。怎么这么严重的 air pollution 啊？看起来没什么异常。完了，那个标是全部清除完了。完了，真是奇怪，这么难清除的灵，那是黑夜女神的标。受到什么伤害？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你占卜一下事件的起因。没问题。开始撒谎了。码头灵异事件的起因。什么都占卜不出来。哇哦！也是，阿兹克先生位格那么高，除非他放水，否则我什么都不可能占卜到。阿兹克序列贼高。哦。你看到的应该是南大陆的道金字塔。无论是东西拜老还是高地王国，只有所谓的死神后裔，才能为自己修建。那就是阿兹克的那个门，就是那个他的阿兹克就是死神的后裔。死神的信徒吗？制造邪灵事件是有什么图谋？其实就是为了先生是在一片石堆中苏醒的，难道就是苍白之灾战场？如果阿兹克先生真是死神后裔，那幕后黑手取走阿兹克先生孩子的头骨，就更值得。肯定就是跟死神那些有关啊。接下来老规矩，夜之国仪式，其他人休息恢复，跟尸骨共眠，得到死神的庇护。终于等到这一刻，就为了拿这个呢。完了，一会儿要开始。他是真的胆大，克莱恩。但是他都说了不能直视了。但是他在灰雾里不是可以那个免伤吗？对，为什么灰雾这么牛啊？这玩意儿凭什么呀？直接烧黄金，舍不得。一次就成功。必须烧黄金，所以他诈骗，你知道吗？什么啥东西？等会儿，我等下，为什么他不是谁诈骗了？我不知道，我只突然想要诈骗，因为他这个要那个，我知道了，他诈骗可能就是因为你知道仪式什么的也要很多的钱，当然他可能也跟霍纳奇斯有一些企图，就是山脉上可能有一些他别的企图。我靠，完蛋了，太阳要开始了。哦，他是在向永恒烈阳在找能量，就是祈求力量。克莱恩真的，但他这次应该没有直视那个。哦，对，他没有直视，他只是祈求力量，就像之前那个魔镜占卜的时候，他祈求黑夜女神的力量一样。这倒应该没事。他进去了，那看到那个神，那肯定不行。结果给那个神哇，还挺帅的。奇怪的天气。完了。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伦纳德。啊！不是副作用吧？我靠，完蛋了！仪式。什么人啊？水银哥吗？怎么直接？这是失控了吗？没有吧？这应该是失控了。还是鱼人啊！啊的，长得跟你一样，我天！那非失控了，他已经长得都没有人样了。伦纳德鲜花。哇！赤手空拳。他失控前至少序列2。我靠！还是个船上把他解决了。
帅。千万不能让他再下到塔索克河。你先带3078离开。我的仪式怎么办？格里，别乱扔啊！老尼尔终于开始发动东西。安全警戒范围50米以上，收到。想办法通知福尔安，没有指令，你们也不要靠近。老尼尔能干啥来着？谁？我说老尼尔。老尼尔没什么战斗力啊。他的窥视者是干嘛的？他是窥秘人。窥秘人干嘛？他是可以看到一些知识啊，也有一些占卜啊的力量啊，应该也有一些。我操！哦不，老尼尔！哇，扫堂腿！哇，跆拳道！哇，化身为鲜花，这有点像小丑那个能力。no， 这不是那个钢管战神，不是那个啥，那个什么，就是那个霸王色。你咋不说萨博呢？萨博，快！来呀，克莱恩，开始你的战斗。伦纳德是真强啊！他真的只有序列8吗？我请问。他这种就感觉就纯战斗能力的感觉。这谁呀？克莱恩吗？哇，这好强啊！我感觉。啊！他被缠，哦不！这咋那么蠢？哦，我都哭。我完了。哦，完了，不会是福尔安吧？福尔安谁啊？就是跟老尼尔喝酒的那个。要不然他为什么对老尼尔有感觉啊？哦不！我的妈！他是什么幸运之王？掌管幸运的黄黑之王。哦。沉眠又是沉睡符咒，完了，不会真是福尔安？你看他的酒瓶！我操！哦不！完蛋！哦不！Oh no！ 居然是福尔安！那你真的看的好多呀！每次一叙旧就开始。你看嘛，哎呀，我真服了。Oh no！ 还能有回转余地啊！真的跟你说一样，再也喝不了酒了。我服了你，我不许说了。Oh no！尼尔先生，你的手。那最后只剩尼尔了。对呀，本来都没有什么老东西了。Oh no！ 那个旗帜是不是风暴之主的？应该旁边还有那个黑夜女神的，应该是。不知道啊。哦，还真没有下一次。哦，我服了呀！谁搞的鬼？一定是那个孕妇。他踢了一下肚子，你知道吗？邪神在他踢了一下肚子，可能就已经影响福尔安了，你知道吗？就当时他们俩相遇的时候。我这个都能？那赶紧把那个邪神给我干了！邪神真给我对，这就是风暴之主的标直接给我去死！
哦，把他最后的酒给他喝了。太不好了。没月光了。这谁啊？这是阿兹克吗？不是，这是老内。怎么还能弹琴啊？这在干嘛呀？可以给他送行吧？啊，这是他不是所有每一个就是死的那个就是。哦，你看他们曾经的照片。Oh no！ 哦。在所有那个就因为那道大巨人不能放过。那啥东西啊？那啥东西啊？啊？肯定是要联想那个孕妇了吗？还是喝了什么东西？不，应该不是喝了什么东西。你看到啥了呀？一会儿我们再回去回顾一下。别再对老尼尔出手了。Oh no！ 老尼尔应该不会，因为老尼尔还要讲课堂呢。哦，对呀，应该老尼尔应该没事吧？还得有人讲课。要不然到时候老尼尔死了，讲课都是一个老魂魄，你知道吗？就是老尼尔魂魄在那给你讲课。抱歉，我已经死了，我只能用灵魂。别搞我！如果无迹可寻，那非凡时空比我想象的还要可怕的多。而且这些失控事件其实从最开始绑架案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有神仙力量加持，无论是笔记的引诱还是幕后黑手，我应该都有一战之力。但这保命的底牌没法应对非凡时空。这就是他最开头的时候说他需要保命的底牌，所以他才。结果他现在没有了。这个徽章就是他保命的底牌。那结果没有了。是不是也逃不过这种宿命？哦，克莱恩他好辛苦啊，他只能一个人承担这些啊，他都没有人去。仰望我都能薅到手。什么仰望？就是永恒烈阳。哦。对自身掌控力越高，非凡能力越强，就能降低时空风险。也许可以找时机把扮演法透露给队长他们，也是时候。还有大家都能。我去，帅的呀，克莱恩。要开始精神小丑了。其实看了小剧场就能知道为什么最开始福尔恩他失控的时候是在水底，你知道吗？因为风暴之主他们不是水手途径多一些吗？你知道吧？所以可能其实从水底的时候就已经有暗示是福尔恩了。好惨啊！我真的服了。超人的片段肯定要有的。我现在就是对老尼尔也非常的担忧，可能他们这些旧时代的这些老东西们都会就是最终逝去，你知道吧？就是等于说照片里他们每个人的随身物品吧，算是，比如说那个什么戒指啊什么之类的，就是都摆放在这里。你觉得会不会就是老尼尔都亲眼目睹过他们每个人的死亡呢？就是你像那个他们每个人都失控了。没有吧？福尔恩他最后失控死的时候，他的酒瓶这样崩出来了嘛，然后老尼尔最后拿走了他的这个酒瓶。这些人可能都失控了之类的，然后老尼尔把他们的就是类似于遗物这样收藏了。这些失控包括上一集那个秃头的失控，包括前几集那些，我觉得可能都是极光会的作为。你觉得呢？就虽然本身非凡者他们本身就有一定的就是非凡失控的概率嘛，毕竟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好消化。但是他不是说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他们这个非凡者失控很多，估计就是极光会在收集他们的羔羊。福尔恩不是还跟着那个梅高乌斯
梅高乌斯去就是有个这个会面嘛，我真的觉得那个小孩肯定踢一下也有什么，因为巧合太多了，你知道吧？踢了一下，踢的被那个邪神踢了一下。那你包完蛋了！我真的好担心啊！我真的很怕，就是现在克莱恩真的有办法去，他不知道告诉他们的团队和队长对他们如何去扮演，这个真的还是挺必要的，因为让一个新进来的新生告诉他们怎么去晋升，他们会不会有所怀疑呢？对吧？包括伦纳德，到时候伦纳德又开始说：“我发现你的秘密。”对，就是，毕竟大家如果再不准备好的话，对吧？到时候怎么应战呢？然后包括就是这一集开头，克莱恩也想了很多嘛，然后想到底牌啊什么的，所以呢，他又想去薅那个神辉的羊毛，结果发现结果没捞到，所以说他这个底牌也就是这个扬言符咒，他当时不是在船上想就是祭祀想仪式一下嘛，结果也没结果也没用，他没法对付这种失控。我们回顾一下，就是那个富人主教，就是那个梅高乌斯，不是那个被马车就突然对吧？就突然就往梅高乌斯那里奔去了，然后呢，突然就是富人就保护了他，然后来一句“愿我主教服于你”，直接真教服了。我主老尼尔还说，曾经就是他妻子会为大家弹琴伴奏，就可能这为什么他最后结尾处为福尔安送行的时候吧，就是会弹奏。现在只有他能为大家弹奏了，所有人都走了，都走了。Oh no！ 这一集克莱恩看到的就是阿兹克的那个盗金字塔，应该多少就是其实指明了怎么什么都是盗的呀？他就是死神的后裔。这样的话也能解释对吧？就是他就是能启动一些亡灵大军，包括他能召唤那种骷髅形态的大军之类的嘛，包括这一集就是制造一些这个骚乱。他现在已经是死神了，太厉害了，这个阿兹克太强了，就没想到他是这样一个大战力。克莱恩跟死神有一些宿命的联系，啥都有联系。对，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他那个血脉不是追溯到克莱恩身上吗？是的。然后看到了那个大门，然后后来阿兹克不是说自己看到自己跟克莱恩有一些那个命运纠缠，对，你等于说克莱恩他就是跟死神有什么命运的纠缠。Oh no！ 然后再加上伦纳德他也说过什么，他跟这一些邪恶神灵的宿命有一些干系嘛，就脱不了干系嘛。我觉得这一切都指向一种非常。就一种命运论、宿命论的感觉了，讲的比较抽象，就是比如说一切，就是当然一切都是命运在指引着克莱恩，对吧？幕后黑手，感觉这是一种命运的选择，那为什么是选择克莱恩？可能是之前就原初克莱恩，你知道吧？类似于把自己又重新，非常有道理啊。我不知道，甚至你看他的灰雾都能被干扰啊什么的。然后对克莱恩非常之了解，包括整个占卜的途径啊、晋升啊，还有就是为什么会有灰雾啊？凭什么克莱恩他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克莱恩加上笔记，然后怎么样就是能够触发灰雾之类的。或许就是原初那个克莱恩就是留给他的吧，是吧？你这么一说，你知道让我想到什么了吗？就是霍纳奇斯山脉，它是一个遗迹。你觉得会不会灰雾也是谁留给克莱恩的一种遗物？都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还没有出第二主线还没开始。我觉得他怎么也得可能先得讲完那个毁灭日的事情，现在这儿都还没处理好呢。毁灭日毁灭完了就没了。而且你细想，就是那个灰雾那么强大的力量，甚至能就是帮助克莱恩，他直视了神明之后，都能把他免脱于那个影响。主要他灰雾里死不了，反正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就是比肩，至少是很强的半神之类的力量了。你觉得呢？对啊，但他这个灰雾的能量还是肯定要跟他自己的自身能量是挂钩的嘛。克莱恩的这个晋升，
就是占卜家他的，比如说占卜家序列1、序列0之类的，我觉得说不定就是占卜家这个途径到了真神半神就很高的序列的时候，可能多少能不能操控命运呢？你觉得会不会有这种，因为它跟占卜有关吗？我估计他是能看到别人的命运，但我估计操控改变命运，他可能会毁。我估计他，我又突然想到，哦，就是你看，就是最开始他不是抽到那个愚者的牌吗？愚者在塔罗牌里，当时那个占卜的也有说，就是类似于从0开始还是什么的。就是原初原初的意思，他不是抽3张牌，什么过去、未来和那个什么。对，然后现在不是那个愚者吗？他的现在就是从原初开始，包括就是也提到了邪神，就是死神，他当时跟原初魔女联手掀起苍白战争什么的。我天呐，那如果当然阿兹克是被牵扯进那个苍白之争的时候，苍白之战的时候，可能阿兹克那个时候才成为后羿的。就是才成为死神的后裔，要不然的话他可能之前没有那么强的力量嘛，对吧？对，他可能那个时候被他都活了几千年了，所以他肯定是一定就是慢慢才晋升过来的嘛。哦，当然了，他就是因为每次不是有轮回嘛，他有时候不是他会忘记之前的事情。原初魔女啊、死神啊，这些都是邪神来着。我觉得其实应该它里面会讲很多，就是这些旧神。一些古代的这些旧神战争之类，应该还挺多信息量的，应该发生了好多事情。最后为什么是这7大神，对吧？统治了。那这期视频要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